出来了，你瞅整的这个大人，他去修钱去了。我爸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实信息，一些短视频，说人类要面临灭顶之灾，世界要发生一些大事儿，然后告诉他今天下班你必须去 ATM 把你的工资卡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。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根本没听明白，就是以为我爸摊上什么大事要急用钱，要借他老丈人，把工资卡里所有钱都取出来。我爸说所有钱都取出来，然后这些取出来，你看我他全取出来了。700呀，就700呀！我爸呀，最近刷到了一些没有依据的夸张叙事的短视频，说世界要有大灾大难，要赶紧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。然后我爸买了很多那种军用的压缩饼干、方便面等等物资，然后自己还取出来一堆现金藏小匣里了，还告诉大胖媳妇今天下班一定要把自己工资卡里的现金都取出来。大胖媳妇根本没明白咋回事，我爸让他把所有资产转移出来，他就转移出来了。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实话，最近你爸不太正常，买干粮、取钱、整理重要证件。他虽然不跟我明说，但是我也不傻。综上所述，谁还猜不出来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逃逸。今天还跟我说让我把钱都取出来买金条，我这都取出来了，我油条都买不了几根，还买金条。但是你说老丈人张嘴了，我也得借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趁早你得跟他唠唠。你看他这些准备，那可是要跑挺远呢。你告诉他，准备的再充分，那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建议还是自首。我就把误会跟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不逃逸啊，那储藏间的东西都是他买了避难用的，那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呀。你看这排蜡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给早达写作业用的吗？这倒还好。你看这几本明显给张大铁准备的英语练习册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外边惊涛骇浪，地动山摇，那不正是张大铁学英语的好时候吗？平时还静不下来心。我俩呀，就是一晚上搁那劝我爸。大胖媳妇说，爸呀，你不能听那些短视频博主说啥就是啥，那短视频张口就来，那张彩玲天在视频里还说我傻了吧唧，那你认识我本人，那你知道他说那玩意儿。我爸说有错吗？不就是你们，不就是你们。我俩最终把我爸说明白了，但是俩孩子都听着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了。早打就过来问我，那妈妈，如果世界末日真来了，你会带着什么逃亡？我说那必须带着您俩呀！你爸要是1个月之内没把妈吃了，我还得带着护舒宝第3代液体卫生巾。从第1代升级到现在，他一直最懂女性，全新升级，完善细节需求，给女性无感般的细致保护，一吸到底，隔离细菌，更好维护女性健康，创新体感都在细节。但是面对世界末日，俺家这个载奥达和张大铁还是有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拿铁，我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外星人来了。拿铁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鸡跟他上个打呀！外星人听不懂你说中文，那不怪我的，怪我的。载奥达把这个事儿啊很当真，睡觉之前非得拉着张大铁对着窗外许愿。我希望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还有姥爷和姥姥，还有爷爷和奶奶，还有两个哥哥都来呀。我来着我。然后他俩就睡觉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张大铁自己又跑出来了，重新许了一个。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外星人就可以给我们在一个高度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别跟我俩分言语，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吓人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可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载奥达的 pad 上，由载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哈你是他老伴儿呢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呢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他，把他熬走，你就上位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熬几个呀？”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，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。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。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猛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大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载奥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。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怒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载奥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
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儿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。黑松露还流心儿，温迪一听黑松露眼睛都亮了。吃完连连称赞呢，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，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，还完房贷。温迪呀，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大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大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大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稻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大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大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大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扬头，就是镜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，马上吃它，吃它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味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那老婆